几年以前看您节目是徐晓东坐这儿，今天我跟您面对面，我坐这儿，有点不知所措，稍微有点紧张。怕什么？你跟我说。觉得这个事儿跟国内报的不相符，因为大家始终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以官方信息为主嘛。但是我毕竟代表的是在无留学生这一小众群体，可能我们发出来的声音，可能国内大众不被接受，不被认可。你觉得你说的是真的东西，那你怕什么呢？徐晓东大家也是真的，徐晓东也别放上。国内像您这样的媒体，像您这样的记者，现在还有吗？没了。我做这件事，我是在害怕，我是为自己害怕。所以你害怕也像徐晓东一样被封杀，像我们一样被封杀。不仅我不是一个名人，我不怕被媒体封杀，我可以一辈子不上镜，但是我要为我父亲着想，因为我单亲。你担心就是说你接受我们采访，比如说说是真话跟官方不一致，跟官方不一致，甚至你父亲都有可能受到牵连。这个完全有可能，这个太可能了。对啊，我要是不出息了那一天，比如说我父亲供到现在，我不出息了，或者我的成就没什么成就了，那我父亲他也抬不起头啊。这是不是也有点多虑了？就是说你可能会受牵连哈，但是你父亲也会被受。我父亲靠我养，我挣不到钱的那一天，我怎么养我父亲？哦，是这个意思是吧？就是你不担心，就是说被封杀，对，但你担心是说将来你回去找工作什么？我不是美国留学生，我是乌克兰的留学生，可以说乌克兰属于三流国家。回去之后，我们其实是找不到太好的工作的。我要是因为这种事儿说，他们知道我是乌克兰来的，我都强制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包括在乌克兰对俄乌战争这些想法，强制转化到俄罗斯的那一方。现在太多的观众都认为亲乌就是亲美，亲美就是叛国。你的意思说，你有一天你回到国内工作的话，你也会把这个观念转到亲俄这一方面。今天录完您这节目哈，我就决定我要自缴闭嘴。我不知道这词儿用的合不合适，我总感觉这个词儿像同流合污。我准备跟国内的步调一样，在基辅这么多留学生，我们尝试过发声。我们尝试发声的时候，媒体直接给我们卡掉了，我们说不出来，说出去的就被网暴。所以你害怕？我害怕。那你既然这么害怕，那你为什么又要站出来接受我采访呢？尽管是这种采访哈，没有直接面对镜头。我的经历太惨了，我没钱回国怎么办？就是说你当时如果想回国，你买不起这个机票，是这意思吗？我想为这一些人发声，像我没钱回去发声。你是觉得这些人他们从来没有在媒体得到过报道的？没有人关注，没有人关注，他们看的都是飞机机舱里的国旗，但是没看到我们这些没钱回不去的眼泪。我们真哭了，我真哭了。我看到那个链接发过来的时候，我真的当时在掉眼泪。你说你看到机舱里的那些国旗的？不是，没有，是当时通知我们买票链接，打开链接的时候看见那票价，真的是。虽然你想回国，但是因为你手里没有钱，没有那么多钱，对，回不起。对，这个价格跟你们平时价格比起来，我这么跟你说，我是最后一次回国是2019年，2019年8月回国，我当时的往返机票是4500块钱人民币。对，我这单程一次就18000，我还加隔离，这多少钱？我父亲一个月就是4200块钱工资。你是真拿不出这么多钱？我是真拿不出。记得在跟我朋友说的时候啊，他说你怎么不回国？我看这个中国已经派包机过去接你们回国，你怎么不回国？我说得一个人得18000。18000也不贵啊。他们统一的这个想法可能是以为你只要出来留学，你家里有钱，可能就是有一种这种思想。但是您知道，我们来这儿留学，这儿的房价、物价那可比国内低多了。我们来这儿留学的那可不是什么特别有钱的人，特别有钱的也不会来这儿。那我们就讲讲你们这批人的经历啊。那战争开始的时候那个情况你还记得吗？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就这件事。我这一生中总共听过2次防空警报。2015年那年夏天的时候，在乌克兰独立广场上面基辅又爆发一次游行，那个时候下了一次防空警报。我第一次听到防空警报的时候特别害怕。2月24号早上5点钟的时候，我在睡觉呢，因为我有个习惯，我始终喜欢只要是晚上我就喜欢把手机静音，连震动都没有。我一直在睡觉，突然防空警报响，我以为是又是什么演习。但是呢，我其实心里也有戒备。为什么有戒备呢？就此前几天已经有消息了，是吧？因为我工作在一个培训机构里面。这个培训机构里面我们有韩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早就走了。
啊，就没打仗之前就走了。早就走了。人家还问我你怎么不走啊？我说为什么要走啊？他说我们同时要打仗了。我说这要是打乌克兰，中国和俄罗斯关系这么好，这要是打乌克兰来，我们中国人得第一批走啊。2月24号早上5点钟的时候就响到防空警报，我就一打开手机，我父亲打了10多个电话。因为我父亲是那种人，一个月能给我打2次电话就不错了，他就给我打电话也不关心我。我突然给我打了10多个，我就感觉是不是出事儿了？我给我爸电话打过去，我爸那个声音就有些颤了。他说你到底怎么样了？我说怎么了呀？俄罗斯对乌克兰宣战了。我当时就懵了。我说这是真的假的？就我一直就以为拜登在开玩笑，而且那时候泽连斯基也在说，他如果你们要是能拿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你们要能拿出证据，就你们就可以撤呀。我当时觉得普京当时一直在说他不想打，乌克兰总统都不信，中国使馆那边也没给你透风，那我们怕什么呀？我们连储备的粮食都没有。然后我就打开窗户，我看到那个窗外，老百姓当时就慌慌张张提着箱子就刚开始往外跑。就是你家楼下，就我家楼下，因为我住在市中心比较近嘛。那天2月24号早上，我清楚的记着，那个天是蒙蒙黑，就是还没完全亮，没完全亮的时候。当我在马路上的时候，我就听见有爆炸声。Друзья, срочно на вышке, только что по телеге Киев. Значит, Дорогожичи обстреляны, друзья. Дорогожичи обстреляны. Все легли! Легли! Легли к зданию и легли дальше от стекол! Да, шеф. 因为我第一件事我跑去我家附近的银行，当时我到了那个银行旁边的时候，那个队排的呀，当时银行那个提款机已经限额，每个人最多取3000格里夫，3000格里夫呢相当于人民币700块钱，无论你这卡里有多少钱，你最多只能取3000。是一天一个限额是吗？只能是对一天一个限额。我当时排了好长时间，我就听到远处的爆炸声，但是这个爆炸不是连续的，是一声强烈的爆炸，嘣一声，是从基辅的郊区里面传过来的。那个早上5点钟，那个有点就堵车了，因为大家都在跑，而且都冲着一个方向跑。往哪个方向？就是波兰那个方向。就往波兰那个方向跑。当时你进超市已经进去了，大家都在抢。我当时脑子就是懵的，但是我唯一能想的就是第一件事，我就是第一就是保命，第二就是钱。钱取出来了？钱取出来，但是后面的人我就不知道了。那你们取出来钱之后，你又去哪儿？就取出来钱之后，我们就回家。当时我们这个群里有华人群，华人群里面呢，他有通知，他说俄乌发生冲突了，打起来了，打起来了，让我们自行找防空洞避难。我当时打开谷歌地图的时候，离我最近的地铁站大概步行要12分钟。谷歌地图上已经标记了我们这个就是我所住的这个楼，它就是个避难场所，因为它有一个地下室，所以当时我并没有去这个防空洞。包括我看到的中国商人也好，中国留学生也好，就在那防空洞里。就你说的防空洞是地铁站？就是地铁站。就大家就到地铁站去躲起来了。您知道基辅2月24号那个时候，零下8度，基辅跟我们北方那种冷是不一样的，基辅的冷是完全没有阳光，零下8度比我们北方零下28度多了。这中国学生就等着是不是要救援啊？就在防空洞里面就这么等着，因为我没去防空洞。那你是去你们家那地下室了吗？那楼了？我没去地下室，我就在我们家那公寓里待着，因为我们这个楼就是避难场所。所以你觉得你这个楼比较结实？我就觉得我这个楼比较结实，但是遇到导弹也会被摧毁。对，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总共4个人，其中有2个人在防空洞里面就一直躲着，就是躲到地铁站去了。就躲到地铁站。我劝他们说，我说你不需要挤地铁，因为当时还有什么一个情况，基辅跑不出去的老百姓全都在防空洞里面。你有疫情的情况，你想你躲进去了之后，你没被炸死，你可能会病死。那另外一个呢？他比较听我的，因为我在这待的年头比较长嘛，我们就继续在房间里等。那这个时候你们等的过程中间想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想的就是什么时候使馆能给我们派车接走。2月24号当天的时候，他并没有给我们发什么特别的声明，就是让我们自行保护好自己。就是大使馆给你们发的信息是吧？对，收到了，每个人的手机都收到了是吧？是发到群里面，然后群里面我们再点开看。我们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我们特兴奋。为什么？我们当时在猜，是一打仗以后，是不是中国飞机就能飞过来，就跟电影里一样，你知道吗？飞机飞到机场里面，给我们就接走了。直接拉走了，拉回祖国了。因为他统计信息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肯定就派车过来接了呀。我还告诉我爸，给发过去了。你看爸开始收集信息，我觉得马上快撤了。等了1天没有，就第一天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那你们有没有人跟那个使馆联系啊？有啊，电话打不通了呀。就你打了吗？我没打呀，但是我室友打的呀。打不通了。打不通了。对呀，打不通了呀，战争了呀。那天当时除了你一开始听到的零星的爆炸，那你当时看到基辅那个其他的那种在市中心非常平静，没有枪击，没有爆炸。啊？那后来第二天那个大使馆要跟你们学生有没有发什么信息啊？插国旗，插国旗。只要你有国旗，有中国国旗，把国旗悬挂在窗户上，或者你有车的，在车上你放一个中国国旗。中国国旗有时候他说在冲突中有可能会救你。他当时是怎么通知的？也是通过微信里面，微信也是推发。我正好还有一国旗，从国内来的时候我就买一面国旗，就把那国旗挂窗上面。啊，真挂上了。真挂了，我真挂了。后来挂了第一天，第二天就让我们给撤下去。当时我们就在讨论，他这个举措是什么意思？当时因为我和我室友比较爱讨论这种事儿。我们当时打开抖音的时候，全都是在说这个俄乌战争的事儿。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我们俩达成一共识，就可能觉得，可能俄军进到基辅以后，48小时啊，还是36小时控制基辅之后，看，哎呦，这地方是中国人，哎呦，像咱盟友一样，自己人别打，对，自己人别打。后来过了一天，因为已经过去24小时了嘛，第二天36小时了嘛，再一天48小时，这怎么样？没按计划来呀。然后紧接着26号的时候就让我们把国旗给撤下去。为什么要让你们撤回去呢？这个事儿，当时我们说出来挺丢脸，但是国内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儿。因为我在翻抖音嘛，没有断网，你只要打开抖音那些什么那些帖子啊什么之类的，你看那些评论，基本上全都是收留乌克兰美女啊，有会汉语的记者就把中国网友的那些评论就给翻译了。你说那个会汉语的记者就把这些东西翻译到广翻译之后，在他们当地的媒体就报道。因为我认识很多乌克兰人嘛，他们就把这些文章发过，他说这是真的吗？我当时哑口无言，我觉得惭愧，在这种程度上把中国人，包括中国一些网友最阴暗的一面展现的一览无余。我们看到这些文章之后，我们心里是害怕。为什么害怕呢？咱举个例子，日本人在侵略中国之后，俄罗斯人说：“哎，这回中国女的没法跑，来我们俄罗斯，我给你好好养你们中国女人。中国男人死了就死了，算了。”中国人看到这些消息会怎么想？他会不会仇视你？你如果能理解这样的一个情绪，你就能理解乌克兰人的情绪。当时有一种强烈的反华情绪就骤然就起来了。有吗？当时基辅给平民发了1万支枪，他看你是中国人，他本来他对你就有仇视的情绪，开枪打死你怎么办啊？那你觉得当时大使馆让你们撤掉这个红旗，是因为这个因素吗？我猜最主要原因可能是他们可能得到了一些消息，是拿不下基辅，反华情绪已经起来的情况下呢，挂国旗这事太危险，太暴露自己的身份了。我听说在哈尔科夫有4名中国留学生，拿枪就吓他们，没打死，也没打到他们，就吓他们，因为你是中国人。他们当时带着国旗，不管你带不带国旗，看到你是亚洲面孔，你就中国人。就中国人他就有那种情绪，因为我估计在乌克兰没除了中国人没有别的亚洲人了，人家别的国家人早就撤走了。那你周围的人有吗？我周围的人，因为我不出门了，我害怕了，我不出门，我不知道。那你那国旗后来撤下去了？早就撤了，我贴了一会儿，我看到网那些评论，我自己就撤，没等大使馆给我们发我就撤。在我们家附近，我就已经看到有人拿枪。就是那个平民拿枪的，对，平民还有军方的人一起。那你当时就是说躲在那个房间里头，这是第一天、第二天啊，这过程中跟大使馆联系上过？我一直在微信群里面，你联系不上，电话被打爆了。他们做的最好一点就是反复统计那些东西。什么信息？家庭住址、你的姓名、你的职业、你的证件号码、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反复的统计。护照是吧？护照，身份证他也统计。就让你填表。
就是疯狂填表，填表第一次填表觉得好兴奋，哎呀，他知道我们信息，也知道我家庭是不是马上要撤了。你想把人找到之后，你不应该先救走啊？统计完了才能救你们走嘛，这道理我觉得倒也合理。统计了几天呀？他统计至于那么多天吗？当时打得越来越激烈呀。所以你就指望就是说使馆当时把你们送走是吧？地铁停了，你也打不着车，公交车人也停了，我们怎么跑啊？关键是，那当然有车的人自己可以开着走，有车的就自己开车跑啊，哪有几个留学生有车呀？那当然有火车嘛。有火车我们得自己跑火车站去啊，我们没有交通工具怎么办呀？那你当时离火车站也很近，你为啥没有坐火车走呢？因为我在等使馆消息，使馆统一会撤离，我为什么要自己走啊？你是认为使馆一定会用某种方式把你们运走？那电影里不都是这么演的吗？哦，一爆发冲突不是祖国第一个就过来接你吗？那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当时是什么情况？我身边认识所有的韩国人和日本人都走了，打起来以后，有些国家也在组织他们剩余的那些留学生再往外撤。有我们中国台湾的啊，对，我看到也当时也新闻，啊，就中国台湾的学生，对，也最后用大巴车从那个基辅对，贴着中华民国的国旗嘛。给运到波兰去了嘛。我看那车，哎呦，中华民国的，哎，这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你是在新闻上看的是吧？对，而且当时我还发一朋友圈，其实我当时心里挺气愤一阵，你知道吗？印度派这个包机把印度民众给拉过去，而且那上面明显就写这个钱由印度联邦出。我们想，印度人都走了，中华民国的也走了，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们还在这等什么呢？那你觉得是在等什么？为什么不撤你们走？我们到现在都理解，可能是把基辅围死了，围得水泄不通。但为什么别的国家能走，为什么我们就走不了？为什么别的国家能调节好？为什么别的国家在48小时，最多可能就是60个小时，人家就撤光了。我们在等谁？我们在等什么？这是个问题。你也没想明白。我没想明白，没懂。那后来是什么时候才开始真正撤的呢？我们真正撤的是最后一次统计，3月1号，我们在群里面发现有人就说奥德萨的人开始撤了。奥德萨是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我想奥德萨的人开始撤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快撤了？然后我们在等着，他们说我们要分批进行撤离。有大使馆通知你们3月1号开始通知的时候，当时集合点在基辅大学红楼，所有中国撤的都要集中到这个地方是第一批要撤的人在基辅大学红楼前面撤离，但是有很多人就开始在网上开始骂了。为什么呢？我在基辅西岸，我过不去呀，这不桥梁给封了，我怎么办？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你能走就走，不走算了。那这种情况，那政府也没办法呀，他确实那边封了，确实封了，那你可以跟当时政府可以协调啊，有军用的车可以在桥上走啊，并不是所有车都不可以走，它不是完全断了呀。开战以后，别的国家也在这么做呀，啊，就别的国家接侨民的这个车，也可以这么做，在桥上走了，对呀，也可以过来呀。或者你在河西岸你搞一个集合点，就不用过河了呀。没有，那当时第一批里头你有吗？我没有，我是第2天交的，也是同一个地点，不是同一个地点，那个地点更差劲，它是在河东岸地铁站的最后一站，超级远，我打车过去好得半小时。你想想河西岸那帮人这么走，好可怜啊那些人，就是到不了集合点，急的小姑娘急的就哭啊，你接我呀，怎么样？对不起，不好意思，接不过去。在群里面是吧？就是我，因为打视频电话了嘛，就哭啊，没办法，谁也帮不了，等使馆吧。那你到那个集合点的时候，你看，那有很多人吗？还是说有一部分人就4台大巴，每车能装45到50人吧？那来的人都满了吗？满了。那你不是说有很多人实际上就没有赶过来吗？这些人就是河东岸这些，都赶过去了。河东岸人，你只要接到通知你就跑。那当时给你们讲就撤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讲当时是这样说的，这个事儿我们还清楚记得。当时我们还问，给我们撤哪儿去啊？他说摩尔多瓦，撤到摩尔多瓦。然后呢，如果摩尔多瓦那边呢接受难民的那个名额已经饱和以后呢，我们再给你们撤到罗马尼亚去。你是坐地铁过去的？我是坐地铁过去，好幸运！我感觉我这场战争里面有好多不幸的，好多幸运的啊。对，我准时就到了。就我们接到通知到集合点，我们只有3个小时准备时间，我们用半个小时再找这个出租车，打车软件根本找不到车。我们又怕呢，因为我们身上也得拎行李箱。因为我当时是准备回国的嘛。但谁知道回国还有钱啊？我还拎行李箱。我东北人嘛，我还有一貂，我爸送我一貂啊，这貂，对吧？这一貂我还舍不得，哎，舍不得。我说这要给我炸了，我说我爸就给我这
从我长这么大，我爸就唯一送我那一件礼物，东北人没貂过不了冬，我还把这貂放行李箱里了。我就拎着这行李箱，对吧？就我当时没办法，就是我怕我当时拎行李箱，我再走到地铁口还有15分钟呢。当时一想，算了，等车吧。打车就是打不着，半个小时就打不着。后来没办法，那硬着头皮咱就走了。我和我室友，我们两个人就拎着他拎行李箱，我拎行李箱，我就到这地铁口里面等这个地铁。当时我还清楚的记着，我们到的那个时间是6:07。因为6:07，我那个给我爸发过去的那个短信，说我已经到了集合点。而且给我爸发了一截图。我顺利到了。但是当时我到那儿的时候就已经很多人了。当时还接触一个消息是，能尽快来的尽快来，就是座位满了。但是呢，你又想撤，那就对不起，那你就只能委屈你在地铁里面先睡一晚了，改下一趟。你就改下一趟。那当时你们这个撤的是第一站是给你们撤到摩尔多瓦去了吗？当时第一站车门瓦了，我6:07到的那个集合点。当时路上就很多人了。那你见到有那种来了之后没有位置的人？我没见到，但据说有。据说有，据说是刚到河东岸，这个车队就走了。没办法，人过不来呀。一直在协调，求求你们等等我，什么之类的。那你们到了摩尔多瓦，这个路上开了多长时间？他从6点半出发，其实出发准确时间应该在6:40到6:50左右吧。这个我还是要为大使馆点赞。虽然他们预定是6点半走，但是还是为了等一些人嘛。推迟了一段时间。到摩尔多瓦是凌晨。住什么地方呢？没住。然后我们下了车之后，到了摩尔多瓦境内，就在摩尔多瓦口岸的旁边就有几台大巴在等着我们。我们紧接着就上车。上车之前，我们还在问我们是不是就到安置点了？你坐一宿，没给我们提供水，没有食物。你想想晚上，那时候还是我们经过战区的时候，当时心里那么忐忑，你睡又睡不着，又渴又饿的时候怎么办？到了摩尔多瓦以后，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到摩尔终于放心了，是不是找地方可以安置了？我们看到那车之后，当时我第一想法，我说还开呀？都开这么长时间还开呀？然后途中还有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那个加油站服务区都已经关了嘛，因为当时他有俄军坦克没油的，他就跑人家那个